飞云浦之战，除了武松，梁山108将中还有谁能够活着走出去？要说武松一生中最惊险的时刻，除了景阳冈打虎之外，就属飞云浦之战了。此战不仅仅是考验武艺，更考验一个人的战斗意志、爆发力以及反应力，乃至于身处绝境之下的反杀能力，四者缺一不可。而结合武松当时的处境，此战一共有3个难点。第一个难点是身披枷锁行动不便，第二个是在身上有伤的情况下对付4个全副武装的杀手，其中有2个杀手还是张都监蒋门神精挑细选出来的。他们很清楚武松的实力，所以挑选出来的杀手绝不是等闲之辈。最后一个难点是飞云浦的地形十分凶险，原文里描述寂寂荡荡于浦，四面都是野港阔河，在这个地方杀人后，只需绑上一块石头沉下去，3年5载都不会有人发现。因此飞云浦之战确实是地狱级的副本，要实现反杀必须要有瞬间爆开木枷的力量，只这一点便淘汰了2/3的梁山武将，而剩下的战力担当5虎将8票骑。如果他们眼神不够坚定，意志不够顽强，反应不够迅捷，那么也基本没有生还的可能。比如玉麒麟卢俊义和豹子头林冲，这2人虽然武艺高强，但战斗意志和危机意识却差强人意。野猪林一回，林冲一路上任由2个公差摆弄，竟无半点反抗之意，最后被反绑在一棵大树上，还尚不知死。若不是鲁智深及时出手，恐怕他已经是死无葬身之地。而卢俊义亦是如此，在被押上牢车即将问斩时，他也毫无反抗之意。危急时刻，拼命3郎石秀从天而降，而卢俊义看到石秀劫法场的场景，竟吓得走不动路，最后只能靠石秀拖着走。那么他们与武松的差别为何就这么大呢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3人看待死亡的态度不同。要知道武松是悍不畏死的，处境越是凶险，他就越是兴奋，时刻以坚定的斗志和勇猛的姿态来应对一切困难挑战，而这种状态下往往就能爆发出强大的反击能力。景阳冈上赤手打死老虎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。相比之下，卢俊义和林冲就做不到，他们不仅缺乏反抗精神，而且对死亡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。董超薛霸要杀卢俊义的时候，书中写到卢俊义泪流满面，这个现象说明卢俊义面临死亡时内心已经崩溃了，所以只能是束手待毙。另外，我们在书中很少看到卢俊义和林冲展示拳脚功夫，可能是作者对于他们的武力设定是偏向于马上，但飞云浦之战主要靠的就是拳脚功夫，因此他们无法完成武松的战绩。那么与武松同为步军头领的鲁智深呢？首先鲁智深的力气非常大，2拔垂杨柳的表现堪称罗汉下凡，让其凭借2臂爆开枷锁自然没有问题。其次，鲁智深的反抗决心很强烈，他与武松一样，面对生死关头绝对会放手一搏，不会坐以待毙。最后鲁智深也有一人单挑多人的战绩，比如大闹五台山时，他一人大战110个棍僧都游刃有余，更不要提4个杀手了，可以说反杀他们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那么有了以上这3大优势，鲁智深究竟能不能走出飞云浦？答案依然是不能，只因这最关键一点他不如武松，那就是江湖经验和应急策略。在大闹飞云浦之前，武松就已经经历了很多危机，可以说他的江湖阅历是非常丰富的。在十字坡的人肉包子店，他一眼就识破了孙二娘的诡计，而鲁智深就险些被孙二娘做成人肉包子。再说应急策略，鲁智深曾因为救史进而被贺太守所擒，当时武松极力劝阻他不要孤身涉险，可鲁智深听不进去，非要独自前往，结果不但没能救出史进，自己也被抓了。实践证明武松做事更加细密周全，不会鲁莽行事。另外，鲁智深在身法上稍微欠缺，不如武松灵活。大闹五台山时，他虽然能抵挡住山僧们的进攻，但打斗中自己也吃了不少棍棒，而险象丛生的飞云浦是容不得出半点差错的。至于那些惯于马上作战的猛将，如关胜、呼延灼、董平等虎将，到了这里恐怕连3成实力都发挥不出来，最终也将是难逃一死。综上所述，飞云浦之战，梁山之上确实只有武松能够活着走出去，其他人谁来了都不好使。